啊，现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课。在今天的这个课里面讲什么呢？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劫杀放生的功德啊。说起来劫杀放生的功德哦，你们都觉得这个劫杀放生的功德大家都已经是很了解的事情。就这个不需要再讲啊，或者是不值得听啊，也许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劫杀放生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功德。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一些劫杀放生的一些功德然后呢什么叫做劫杀什么叫做不杀生然后什么样的叫做这个放生也有一些就是佛亲口这个说的一些校正这样子的话，我们从佛亲口说的这个校正从这个上面就看到劫杀放生功德的话这个就会鼓励我们的也就是每一个人对这个劫杀放生就成为一个动力这样子的话就是有需要我们再讲一讲前几年也讲过这个关于放生的一些开示这里面呢也讲了这个劫杀放生的功德但是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些呢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就讲一下这个劫杀放生的功德然后呢这个劫杀放生的功德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不但是这个嘴巴上讲，还是需要一点这个行动实际的行动这个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放生我们经常在放但是这个劫杀在这个上面需要一点点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的要求不是很高那这里面有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杀生的劫杀的这个层次它的深度不一样这个下层的中等的上等的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别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看去看自己能够做到就是哪一个然后呢就是过几天11月4号就是这个天降日藏历的22号就是天降日在天降日的那一天就是愿意这个发誓劫杀的每一个人都写一个纸条给我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层次层次就是自己去看能够做到最上层的当然是最理想的最大的功德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中等的实在是不行的话那也可以考虑这个下等的这样子的这是这个劫杀放生讲了以后就是需要一点这个行动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提前说呢等一下下面我们要讲这些劫杀的这些分别的时候然后就自己去考虑去选择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就事先要知道这个的话就好选择但是还有3-4天的时间在这个当中这个考虑因为前几天我们也讲过这个劫杀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虽然是一个最低的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虽然是最低的要求但是这个要做起来的话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能够做起来的话呢它虽然是这个最低的要求但是能够做起来的话呢这个功德就是远远
超越其他的这些的这个不倒啊、不妄语啊等等的功德。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就每一个人都要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就是要这个发心就是说这个发誓不杀生。这个这个下面就是我们讲完了以后就这个你们自己考虑，还有3-4天的时间今天不需要交这个支条，就是22号的就是这个11月4号就是那一天。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劫杀讲这个劫杀本身这个劫杀是在这个十不善里面呢有2种这个不善恶业就是最严重的第一个就是杀生是最严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邪见是最严重。这个十不善当中呢就最严重的就是这2个杀生为什么那么严重呢第一个这个杀生对其他众生其他生命的伤害力就是非常大，所以就是很严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杀生的这个果报呢不是这个其他，就是这个直接堕地狱的所以从果报上讲的话，从这个报应上讲的话呢，那就是也是最严重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杀生是这个最严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邪见。邪见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如果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这个一旦这个邪见生起来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从此以后这个所有的这些就善根都会间断的都会间断，就是在心相续里面的也就是说心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唯识宗讲的那个阿赖耶识上面呢有很多这些以前我们做的这些善的这个种子但是这个邪见这邪见一生起来了以后呢，把这些种子都会被破坏从此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就是心力根本就是不存在任何一个善根或者是这个善意善法的种子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在十不善当中呢，这2个就是最严重。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断除这个杀生。杀生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马上就要讲了这个邪见邪见就是平时我们说的这个邪见，也不一定在这个十不善当中的邪见十不善当中的邪见是什么呢？这个普贤上是言教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讲过这就是毁谤因果就是就这个就认为没有前世后世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个因果报应不存在这个善恶或者是这个善恶的果报这样子的念头这样子的念头一旦生起了这样子的念头，立即就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善根和它的种子都会被破坏的所以从这个破坏善根的角度来说十不善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邪见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邪见呢，就是不强调，就讲这个劫杀。劫杀的时候呢，首先为什么要劫杀劫杀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就是将心比心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佛也是这么告诉的将此心比他心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那个劫杀的重要性从这个方面很清楚，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它的重要性。那首先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思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就逐渐的就是开始寻找一些这个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贪钱贪财物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为了发财，为了钱为了财产就是付出一切的一切比如说体力还有这个青春还有这个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的人间的岁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些都就是为了这个钱财为了财产付出这些不顾一切的就是付出这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这个为了权力为了地位就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钱财他也就是他就是把所有的钱财也就是为了这些会付出的为了这个为了地位为了权力还有这个为了知识这个世俗间世间的这些知识他就会付出这些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为了名声为了名声就是把这个地位权力或者知识这些也会付出的，这些也会舍弃的，也就是说放弃的为了名声就会放弃这些这三个呢这三个就是第一个他就是为了钱为了财产就是付出前面所讲的那些，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是为了他要的这些权利等等把那个钱财也会付出然后第三个呢他就是为了名声这个地位等等也会放弃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也可以说是很少就为了这些愿意付出生命的这是很少的很少见的这样子的话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了这个世间这个万法当中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这个什么都不重要，就是最重要的最这个尊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前面我们讲的那种三种人他这个第一个呢他为了钱财只付出了一些体力等等的后面的呢就是为了他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付出了体力等等的就是获得的这些财产他也会付出然后把钱财付出了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这个那个权利等等，然后后面的人呢他就是为了这个民生把这个也付出了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些人这三种人当中呢就是没有人愿意就是为了这些付出生命的也可以说是有很少这个愿意付出生命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就是人是这样子认为的，自己的生命是最尊贵最这个重要的，人是这样认为但是就是很奇怪的是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事情就是在人的身上发生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宝贵，这样子的这个尊贵但是呢就是其他众生的生物，比如说动物呀其他的这个生命的其他的生命呢他就这个他就是觉得似乎就是一点也不值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的那种想法就是人就是那种想法比如说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去亲自动手去杀害众生或者自己如果不亲自动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为了我们的这个口腹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利润啊，其他人去杀害其他众生，其他人去破坏其他众生生命的话呢，那就是人都就不会去劝不会去阻碍就是如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些有人去杀害众生的话，那很多人也就自己不杀的话，他也很愿意，很心甘情愿的。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那这上面呢，就是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就是人的愚蠢人类的愚蠢还有这个愚蠢、物质贪欲这些都从这野蛮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越来越这个人类的文明就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有进步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就以前根本没有的那些就是那个杀害众生的方法吃法，也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一个折磨众生的这种方法就新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新的这个诞生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不是没有什么文明的法，没有什么可谈的文明，而且人就是越来越愚蠢，越来越物质，越来越这个野蛮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上面我们讲过的刚才前面讲的讲这个将心比心，就是前面我们讲了三群人三种人都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失去对，就为了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此心比他心的话，那就是其他的生命也就是这样子其他宗教譬如说这个基督教或者是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的一些婆罗门的这些宗教里面呢他们就是说动物是这个上帝专门为人吃的就是给的，所以就是吃了没问题的，也有这样子的观点。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笛卡尔的这个观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动物就是一个自动的机器自动的机器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他就是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学说以后呢在西方就是没有麻醉的这个情况下就活体解剖有很多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但是这些都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不正确的说法平时就是在宗教之间或者是这个有些学术的一些观点之间每个人都是比较客气的不会直接去说别人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在这些观点呢，因为这些错误的观点它不但是自身是错误的观点，而且它就导致了很多很多这个痛苦对很多众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众生的痛苦因此就是因此就是必须这是要说清楚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说是上帝赐给我们这是吃的这种说法这个就是就绝对没有办法证明的，这是绝对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上帝的存在在西方来说，就是现在就很多人越来越头疼的就是这个上帝的存在。很多以前的那些哲学家也就想一切办法就去证明这个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个就是越去证明的话，还是就会出现很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存在上帝，但是这个很难所以如果连上帝的存在都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证明动物是上帝给我们吃的这就是更难所以这个是
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啊，没有什么根据的。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笛卡尔讲的这个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情感、情绪啊，很多都是就是像人一样，就是像黑猩猩之类的，其他的这些动物，除了这个这猩猩以外，就其他的那些动物也有很多动物很聪明的呀，等等，这个我们大家现在就是连小孩都知道啊。所以就如果现在说这个动物啊没有这样的苦乐感受的话，那这就是很可笑的。所以这两个说法啊，这是一个说法而已，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据啊，没有根据。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动物啊，也就是跟人完全是就跟人一样，没有一个动物是愿意受痛苦、愿意受折磨的。那他们如果不愿意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话，那人啊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对待啊？人类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动物？那在这个上面呢啊，就是就很早以前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很确切的答案啊。后来就是有几百年前啊，就是西方也立了很多这个关于善待动物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啊，就是成为这个就虐待动物呀，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合法非法的啊，这样有一些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范围很小。那其他的这些宗教里面呢啊，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答案。那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唯一的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啊，就是有这个非常完整的答案啊，人类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对待动物、对待其他的生命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只能在佛法里面才能够找得到啊，其他地方呢，就是刚才像这样的呀，这根本没有办法啊。科学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它根本没有办法去规范人的行为。伦理道德它没有办法去建立啊，所以就是在这些所有的科学呀、哲学呀这些里面就找不到这个答案啊，只有到佛法里面去找啊。那佛法里面怎么讲的呢？啊，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啊。佛法里面怎么讲的呢？首先这个讲释迦佛在这个小乘的经典里面怎么样这个讲啊。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那这个之前戒杀在这里呢就是讲戒杀戒杀的话，那戒杀有这个3种不同的层次这个经里面这边经书里面虽然没有这样子的分别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3种不同的这个层次第一种是什么样子呢？最低的要求最低最简单的戒杀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发誓不杀所有的生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可以选择这以前我们也好像讲过，在这些动物里面呢，就是可以选择比如说就不杀猪呀不杀羊或者是不杀鸟不杀鱼等等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选，也可以这样挑选。比如说前几天我们讲戒律的时候都可以挑选，同样的这些都可以挑选甚至是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杀到的那些，比如说恐龙之类的，如果发誓不杀这些生命的话，还是有这个功德。还是有功德的。那其他的就有可能杀到的那些众生如果是发誓这不杀的话，那当然这个有功德。这是最低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再往上向的话，那就选择最低的这个最低的要求或者是比如说就是除了鱼类以外我就不杀死所有生命，这样子的话也是一样的或者是这个除了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
这个体内就是有虫子的话，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啊，我生病很疼的时候受不了，所以要吃药要打死这些虫啊。除了这个以外，我就是不杀其他的那些鱼呀牛呀马呀等等，这样子方式的话也可以，但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这个劫杀它就只劫了一部分的生命，只劫了一部分的生命，但是那个也当然这个不入不劫杀，这也有很大的功德，这是最简单的，这是第一。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这个就如果我遇到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困难，就是把我命都保不住，比如说就是生病了就是这个肺呀肝或者是肠里面呢就是有虫必须也得就服药打死就如果不打死的话，我要自己要死掉，这样子的话就遇到我生命的危险。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不杀，或者是如果这个有些食物里面呢有虫那如果我把这个食物不吃的话呢，我就是要饿死一定会饿死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就只有选择吃这些东西了因为我就命保不住，所以我就要吃这些东西。如果我不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是无论是什么生命我都不杀。有这样子法师的话，这是中等的，这是中等的法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最高等的，就是最理想的是什么呢？最上等的是什么呢？最上等的就是就是不杀死任何一个生命我就是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杀生。比如说就是自己身体里就是有虫那这个虫就是比如说细菌之类的，它有没有生命，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那就把我们细菌就除开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蛔虫之类的，真正就是一个公认的这个生命就是这种东西如果是这种东西有存在，发现了那就是要服药，一定要打死它的话呢，那它就是一个生命，这个是公认的就不像细菌就是一个公认的，那它是一个这个那个生命那这种如果就是我要选择要么就是要打这个虫子就杀掉它，我就恢复健康要不就是不打了，这种就宁可我失去我生命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就刚才讲的这个，在这个食物里面有虫我只有这一点食物，如果把这个食物里面的这个虫就是要放在别地方，其他地方的话，这个虫肯定一定会死掉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选择那一条要不就是要把这个这个虫放在别的地方让它去死我就把这个东西吃了，保我自己的命要么就是选择就是不选择这个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就是如果万一有这样子的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选择什么呢？我们怎么选择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愿意放这些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为了自己的生命我也不去故意的伤害这些众生无意的我们昨天讲过了，就不说了。无意的故意的那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决心的话那就是这个最这个最高尚的这些这个那个法师这个在西藏有很多公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这个出家人上师
那就是有些红卫兵他们的就是把这个牛羊就是捆了，把四肢都捆起来，然后把刀拿来就放在这出家人的这手里面去杀。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上师他就是就准备开始这个杀自己自杀有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以前这个出四海的时候，就是要那个杀死麻雀那个时候就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些人呢要去这个杀麻雀就是宣布明天要去，今天开会，明天要去杀麻雀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出家人呢，他到厕所里面去，他小刀就割自己的这个经脉就差一点死了，后来就救回来了那就这种情况前几年也有一个小出家人小喇嘛他这个肠子就腐烂了以后呢，就是要找一个这个狗的肠子来换必须也得打死一个狗如果不打死一个狗的话，那就他的生命就保不住那他知道了以后呢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这个拒绝了他就千万不能就打死这个狗来保他的生命就是有这种情况，这种精神叫做什么呢？这种精神叫做最高尚的最上等的这个劫杀那如果万一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会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我们应该大家得要问问自己我们认为我们是这个佛教徒还很多就是也自称是这个学大乘佛法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没有资格这样子就是问自己的时候呢，在这些关键的时候，遇到这些关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很多丑陋的这些东西，这时候就会露出来的平时就是自己也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人家觉得是居士呀，是出家人是很好的呀，是堪布呀、活佛呀等等的平时就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这样子的关键的时刻当中，我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会这个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丑陋的现象如果我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决心但是如果真正这个遇到了这样子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今天从目前的情况看我有这样子的心我有这样子的这个勇气，有这个精神的话那就是这个最上等的劫杀，最上等的劫杀。这三种这个劫杀其中你们就选一条这个就是要在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22号天降日的时候呢这个愿意劫杀的所有的人都写一个纸条上面第一点就是要这个写自己就是选择下等的、中等的或者上等的，然后下面就是落款自己的名字交一个这样的纸条如果有些人呢就根本这个暂时因为条件不成熟呀等等，就是就任何一个都不选择，如果有这种人的话也没问题不发誓也可以愿意发誓的人都是这样做因为以后就是以后就是我们也许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发誓或者是过几天会发誓这个不选择这个最上等的话，那以后也许就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也许一辈子一生当中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这不知道但是这个遇到不遇到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就是要从我有可能遇到或者是我遇到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从这个角度去这个发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
这个从无始以来这个杀生的这个罪过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心相许里面呢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杀生的罪业那如果我们这一时就是不想办法不设法让它间断的话还是让它这样子这个继续下去的话呢它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间断的时候如果它不间断怎么样呢？它不间断的话，刚才我们讲杀生的这个果报呢，它不是别的，就是地狱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就是在这一世当中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有这个比较浓厚的杀生的这个传习习气种子这样子的话呢下意识也就会这个杀生的，这是肯定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生生世世都会杀生生生世世杀生了以后呢生生世世又积累了更多的杀业然后最终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或者是从这个地狱里面永远都没有回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行动上面呢就是应该有一点这个行动就是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这是那个杀生的分别那这里佛陀在这里这个怎么讲的呢这个杀生是怎么讲的呢佛说这个不杀生不杀生就是念这些小生命比如说他伤害我们就是就是他具备这个比如说人类就是具备就杀这些众生的因素这个就是什么他有什么样那么严重的罪呢？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罪，但是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知道，就一旦任何一个生命对我有稍稍的伤害这个生命存在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他不敢这样，如果他干的话呢那就他就是毫无怀疑的去杀害，就毫无怀疑想一切办法去消灭这个生命人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些有些这个众生他有这样子的因素，譬如说在佛讲了，譬如说家里有一些这个小生命，因为有些这个房子里面呢比较潮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有蚂蚁就湿身的这些蚂蚁或者是其他，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里就都有这个蟑螂蚊子就是之类的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罪过但是呢就是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人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人觉得不舒服他就会杀掉这些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些小生命它具备了这个杀死这些众生的因素这就不是说它有什么天大的罪业，但是本身人的就是传习就是这样子的它虽然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什么呢譬如说老鼠它有老鼠以后呢，它就吃掉这些衣服其他的那些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小生命晚上睡的时候呢从那个天花板上面掉下来，掉到这个头上，这样子以后呢就吵醒了佛说的就是很细的吵醒了然后这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蛙还有这个这些虾螃蟹等等等那这些都是这个对人就是有一点点因素的话，他也就是忍受忍着，就不去伤害这些众生他就有些那些小生命掉下来每天晚上都是就不让我
就这个睡觉，一会儿就要操心，这样子的话，他也不去杀。然后老鼠呀，他们在家里就吃了很多东西，就损坏了很多衣服呀之类，就是对人来说还是有一点这个损坏但是他也不去这个不去杀害这些众生同样的就是其他的这些生命也都是一样对自己有一些这个不舒服，他们会我们带来一些不舒服不方便，这样子的话也就这个忍受不杀，这是一种这个杀生。另外一个呢这个杀生呢就是在粮食里面就是有这个虫粮食里面有小的这个虫子。那粮食里面我们发现有这个小虫子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大米呢它就不需要这个推磨，然后呢那个青稞呀这个大麦小麦这些都是有做烩面的话，那就是要这个在磨坊里面推磨嘛那它就是这个这个就不推磨，就是不用了这个粮食然后呢他也就是如果把这个粮食我知道这个不能吃，然后就卖给别人的话，那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杀生的成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然后呢他这些粮食也就不卖给别人，也就自己也不用然后其他的这些牛呀马呀骆驼呀驴呀这些他们这个就拖了很多东西以后呢，这他们就背后就受伤了，生疮那里面也会生虫的如果在这个里面有虫子的话呢它也就是这个再也不拖东西然后就是想办法把这些这个虫子从那个里面拿出来，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在这里面讲他用这个鸟的羽毛就是翅膀来把这个，因为就如果其他东西的话，因为那些生命是很小很小的一碰到就会死掉的，所以就是他用这个羽毛，然后把那个捡起来，就是放到这其他地方，然后那个有些肉类上面呢有这样子的这个虫子的话，他看到以后呢，然后也就是就不用这些肉，也就不吃，也不卖给别人，也不喂就是狗之类的然后他就为了这个为了这些小生命的安全他就想一切办法的保护这些这个这些小生命这是一种这个这个劫杀另外一种呢就这些小生命如果这个存在的这些小生命如果在床底下生这些小生命，然后呢它就是在下面就是吃这些这个铺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些方面有不方便或者有这个有些破坏，有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它也就是不会为了这个去杀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昨天我们虽然讲了这个走路的时候，如果万一在这个不知不觉的时候踩到了这些蚂蚁这些小生命就这个踩死了的话就是佛教不认为这是这个罪业但是它虽然不是罪业，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没有罪业所以就随便踩随便杀当然不能这样。他走路的时候也就是非常的这个小心非常小心，就是看到这个地上有没有这个蚂蚁有没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小生命这样子的这个看非常的这个仔细，非常认真的对待善待这些小生命就佛是这样讲的，这样子叫做这个劫杀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劫杀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在饭店里面不点活的东西，不吃活的东西然后自己不亲自去杀牛杀马杀羊我们觉得这就是不杀生的话，那这个虽然是不杀生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杀生不杀生劫杀它还有很多这些很这个细微的这些细微的也要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最上等的这个不杀生啊，最上等的不杀生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个有些人身里面就是身体里面这个内脏里面就是生虫就生虫，然后如果这个从这个不杀生的话呢，就他生命有危险甚至是就肯定会死的有这样子的话，那就他知道了这个我身体里面因为这个疼痛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有虫如果虫打死了这个打死了就能够健康不打死这些寄生虫那就会死掉，这样子的话他也宁可我这个愿意宁可我失去生命不可杀这些小生命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然后呢就不打这些虫佛教的要求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有些人有可能觉得这个很过分觉得就是这个过分了有些人不能理解的也有但是这个理解不理解呢就是这个个人的事情佛是对每一个生命都是这就是在这样的珍爱生命的现在到处在把这个珍爱生命呢，实际上就谁珍爱生命，就非常珍爱自己的生命以外没有人珍爱什么生命的但是佛的意思呢，就是佛才是真正的这个推广这个珍爱生命的一个这样子的，他的这个呢就是里面没有任何的片面性所以这个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到佛的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佛的这些思想佛的这些思想呢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佛教不但是从这个讲圣义谛讲这个空性讲如来藏不但是在这些方面是无比的而且讲这个善待生命这上面都是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无比的一种这样子的思想那我们现在就是认为我们是学佛的学佛的意思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意思那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的话呢，那怎么样学习呢那就是要从这样子去做，要实际行动上面就是从这样子做起才叫做这个学佛就是平时就是磕头念经就是从外表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虔诚但是呢就遇到了这样的真正的情况，就是遇到一些这样子的具体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学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行为都是对佛法违背这样子的话呢，这叫做这不叫做这个学佛那佛的要求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自己也就是不吃药，故意打这个众生，他就是不让其他人也就不让其他人也服药打死这些众生的这个不是说昨天我们讲的胎儿之类的这就是说就是蛔虫之类的这些寄生虫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虫，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哪怕是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生命遇到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大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这个不杀生，这就是真正的不杀生。在汉地肯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公案藏地呢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公案，我刚才讲的这2个公案是一个这个真人真事，到那有些人呢，那其中一个人到现在还在那另外一个人在不在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就为了自己的生命也不让他们这个杀狗的那个小孩子呢那个也应该在他前几年这个原籍的那个曲桥堪布呀，就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的弟子到陆河县去这动手术然后就是他医生这样子要求以后呢，他就这个他就完全拒绝完全拒绝了。后来这个消息就听那个他上司听到，他上司非常的高兴他说
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说那我们如果学佛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为了保护这个一条狗的生命，如果能够失去生命的话那个上师就他一点都就是看样子他一点都不后悔不伤心，他非常高兴那人做得非常不错。因为这个就是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时代，就是有多少个人这样子奉献自己生命，很难的就是为了一条狗的生命就我不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就是用他的东西，就是为了就是一条狗的，为了一条狗的生命就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人有多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佛的话，那就是要这样子去学这样子去学的话，就是真正的学佛那这些我们都不做不到或者是这个想都不想那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接受很多灌顶见很多上师活佛然后就是要修这个大圆满念大圆满，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连我们最低的要求都做不到最低要求都做不到，这些都超越了以后呢，就怎么有可能能够修出这些非常深奥的法呢所以在这些上面呢比如说对我来说呢，我现在在要求自己，就是这最低的要求，从来都没有要求最高的这些我也做不到我也不会批评自己的，这个我做不到，我能够理解自己但是这些小的问题上面有些时候就出现就掐到那个上面就不让上去了这样子的话呢，就遇到一些就对自己有些这个失望甚至绝望又这样子遇到一些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我不证悟大圆满，我对自己不会失去信心就不能证悟大圆满，那没问题大圆满不是像我这样子的人证悟的，这个能够理解的那你神奇次第这个本尊观相的不是很清楚气脉明点的这个圆满次第修的不是很好那我也不会对自己这个失望这些都是非常高的法我不能修的话，那没问题，我能够理解这些法也不是像我这样子的人随随便便修出来没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是这个佛弟子自以为自称是一个佛弟子的话，那就是佛的这些最低的这些要求，那个我应该能做得到的，但我这个都做不到所以在这些最基础的这些最基础的这些问题上面呢往往都是遇到一些对自己的失望绝望等等的，心里面都非常不舒服的这样子的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一点都不担忧，一点都不担心我不证悟大圆满不能修这个本尊的修法我没有念到很多咒一点都不担心就是担心的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我做不到，那我怎么办不知道你们怎么要求自己的你们是从哪里就是从往高处就要求自己，还是就往最低处要求自己但是没有这个最低的最基本的上面不要求自己，就是往最高的方面去要求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是你们在这样子的话，这个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走错了，就是要重新就是从最低的这个基础就往上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另外一个呢，其实我现在已经讲了，这佛在这里面讲有说佛就是说何为这个劫杀有些食物里面呢有了这个虫子那如果我这些虫就从这个食物里面拿出来捡出来就放别的地方的，这些虫就会死掉那我也只有这个食物，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我不吃的话，我就是眼看就要饿死的这是肯定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怎么样这个选择这样子的情况呢？要求就是那你这个饿死的话，你没有办法就不能去伤害众生不能去伤害众生，这是佛的要求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看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就是前几天也讲过，很多人都是已经岁数已经很大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书，看到过很多，听到过很多但是有没有一本书里面呢真正这样子要求善待生命或者是真正自己去做有没有？没有，就是西方有一些这个动物协会他们当然我们非常的这个崇拜、学习、敬佩他们但是呢，还是要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他们要批，还是他们会批下来的那佛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没有这是人死了就人死了，就你死了也不能就是因为你为了你的生存就是破坏其他生命的生存，这两个是没有这两个，因为佛认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因为我的生存去迫害其他众生的生存没有权利这个各个都是所有生命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生存的权利，生存权这里面呢就是按理来说任何一个生命都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生存去这个破坏其他生命的生存但是因为人非常的这个邪恶野蛮就是愚蠢因为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是这个侵犯其他众生的这个生存权这样子的，佛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佛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不杀生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呢这个不一定是大乘菩萨的要求，它是大乘的小乘的这些都是一样的无论大小乘都是一样的都是就凡是对每一个佛教徒都是这样子要求的那这上面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介绍然后就是也简单的说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这个如何这个介绍这个讲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下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怎么样选择，就是要这三种里面呢，就是做哪一种任何一种都不做也可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不杀生的这个功德戒杀的功德。戒杀的功德在这里呢就是分两个，一个就是现世当中的功德第二个是这个后世以后的这个功德那在这个现世当中的这个功德呢这个那个戒杀了以后就佛菩萨世间的这些这个神都会这个都会瞻仰这个戒杀的人瞻仰了有什么用呢瞻仰也不是也不仅是一个嘴巴的瞻仰，意思就是说佛菩萨还有这个世间的这些神他们都会非常的满意非常高兴这样的非常高兴，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佛呀菩萨呀这些都会高兴。那我们在这里一个人这个介绍了佛菩萨会不会知道呢这个我们就是凡是就看过一点这个关于佛的智慧方面的书的人都知道佛，我们承认佛是全知的外道也在说这个上帝是全知的那我们认为这个佛是全知的，上帝是不是全知呢？这个暂时我们就不争论，佛是全知的这是有办法证明因为有办法证明，所以我们这样子说，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话，这也很难很难那有办法证明佛是全知的，那佛会知道的，
佛知道的话，佛就是高兴，佛菩萨还有这个世间的神都这个瞻仰这个人啊，都这个高兴。另外一个呢劫杀的话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他也这个不生病，健康。当然是说这个如果有前世的很严重的这个业的话呢，那这两个要看轻重如果就那个前世的这杀业比今世的这个劫杀还重的话，那就有可能生病。但是这个劫杀这样子的话，这个小小的病都能够代替下意识就堕落这个地狱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然后就这里面讲了那个不杀生的人不杀生那个不杀生劫杀的这些人他老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也不会老化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耳朵也就声音也就听得很清楚他意思就是说不杀生的话，他这个很健康健康的话呢，那就是这个这些眼耳鼻舌等这些这个器官也健康，所以他的工作功能也很好，这个意思。就可以牵出所有的这些这个寿障，就是寿命的障碍。比如说我们在密宗里面呢，如果一旦发现了人有这个生命的障碍的时候呢，就会念很多经，有很多种的这些仪轨其实这个仪轨我们不做也可以，就是做这个唯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劫杀劫杀的话呢如果能够劫杀的话呢，绝对能够牵出所有的这些寿命的所有这个寿命的这个障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劫杀的人不但是佛菩萨保护他们，而且这个落差还有这世间的这些魔鬼非人他们也不但是不伤害这个人，而且只会这个保护这个人的然后这个只会保护这个人的另外就是说这些护法这个护法神呢，还有其他的这些世间的神都就是每天日日夜夜跟着这个人会保护这个人的这些都是佛亲口说的所以就是你们也很多居士现在也在就是供护法念格萨王念这个护法念那个护法天天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吃素不戒杀，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念这些这个护法的话，有没有用呢？也许有一点点用，但是这个用处不是很大，作用不是很大。如果能够戒杀吃素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可不念这个仪轨这些这个护法。如果我们不念的话，那这些护法或者是这些世间的神呢他是有这个责任的，他要保护这个人的他会保护的，这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其他人说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的这些都是这个这一世当中这个能够得到的获得的这些这个功德。然后就是下意识下意识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下意识这个在这里面讲的是这个在没有这个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发心，没有回向，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讲的是他是这个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戒杀的话，那就怎么样呢？他这里面讲了很多，但是这个归纳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戒杀的这些这个汇报就是这个往生就投身天人，投身到天人投身到天人，这是这个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就讲了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劫杀的人
或者是这个放生的人，他如果这个发愿的话，劫杀以后，或者是这个救了众生的生命，做了无畏布施，以后如果发愿的话，他任何愿，任何心愿都可以成就，任何一个心愿都可以成就他说，比如说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劫杀放生以后呢，就发愿祝愿我一次功德我能够成为阿罗汉，那就是我们会成为阿罗汉的如果发愿我就成为这个圆觉，就成为圆觉；如果发愿就是成为这个佛的话，就是会成为佛的。这原理本身就是原理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因为它有了这个劫杀放生这样子的功德的支配，然后它的作用，它的能力就更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每次放生完了以后，就是要念这个普贤行愿品，要做回向那个时候呢，每个人必须要珍惜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在平时发愿跟平时发愿也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时候发愿的话，它是一个特殊的机会所以就会所有的心愿都会实现都会是，这是佛说的那就是念这个放生完了以后念普贤行愿品这些时候都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愿都要强调就这样子这以上是这个劫杀的这个功德。然后下面呢讲了这个放生的功德。放生，什么叫做放生？放生的功德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放生的功德在其他这些堪布呀或者丹增活佛他们也写了一些放生功德但在这里面有的这些呢就是在这些书里面没有提到过的一些其他的较真所以我们也就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什么叫做放生就佛就是在这里面呢就给放生就是这个做了定义什么叫做这个放生呢就佛就说什么叫无畏布施呢在这里提到了鱼这个鸟就是包括这个鸡呀鸭呀，就是这些飞禽鱼类这个飞禽，然后呢就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在市场上看到这些众生有人在卖，为了宰杀买的时候就是以前就是卖下他剩下的寿命。佛的原话就是这样，他剩下的寿命他剩下的寿命呢就他以前的这些1年半年呢，这些就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剩下来的生命就是我花钱买下来了那花钱买这个他剩下的生命然后买了以后呢用自己的手就是把这些生命它就放回原处它是在森林里面的话就放到森林里面它是这个湖里面水里河里面的就放到湖里面水里面这是然后再说，不但是自己这样子做，而且就是为这个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心，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不但是自己做，而且动员其他人做让其他人做，让其他人就是对这个事情生起欢喜心然后自己做完了以后呢就心里又升起这个随喜的心随喜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我做的没错就是这样，大家就心里面呢就对这个事情升起了无比的高兴然后呢我今天做了这件事，然后他就又发说我下一次我还要去做你就过年的这样子的事情他的前期然后就是真是在做的前期的话，前期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拿钱去买这个
买这些东西啊，就走路的时候啊，这些一步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为了防身。我为什么要走路呢？啊，我就是为了防身，买这个动我的脚啊。那这样子的话，连这个时候的呼吸都是为了防身啊，为了买这些众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前期的啊，这也叫做加心预备的啊。正式做的时候是把东西埋下来了以后呢，就是啊，用自己的手把它们放在远处啊，这些都是真心啊。后面呢，就是后期是什么？后期就是就让别人做呀，然后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戒杀放生啊，就升起这个高兴呢，然后就不但是这次做了，我还发誓，我还要希望还要以后就是继续做呀啊，等等等，这叫做这个后期。然后不但是自己做，要让别人做啊，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子做啊，这叫做放生啊。佛定义是这样子的话呢，这里面说的全部都是就是我们的放生里面呢，就已经全部就是符合这个佛亲口说的这个啊，给放生定义就下的定义啊，非常符合，就是这样子叫做放生。然后就是还讲了这个啊，就这个麻雀啊，有人就是做了这个麻雀，然后又拿钱去卖，就是从这个笼里面呢把麻雀啊获得解脱啊，放回原处。就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捉鸟的，就是鸟贩子，就是像鱼贩子一样，鸟贩子就是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就3000多年前都有这些人呢，这些鸟贩子呀、鱼贩子呀这些，他们捉了鸟，然后就是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要去拿钱或者拿别的东西去卖他生下来的生命啊，我们花钱去买了以后呢，然后就放回他的原处，然后就对此无比的高兴，然后就是动员别人去这样子做啊，这些叫做这个。这些是这个什么叫做放生呢？啊，就放生是这样子，这是佛对放生的这个定义啊。然后呢，放生的这个功德啊，放生功德这里面讲了什么功德呢？这里面就是说，他说，万法的根本啊是生命啊，原话是这样子。万法的根本是生命，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呢？啊，就是我们前面就刚刚开始时候讲的，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啊，就是除了这个自己的生命以外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东西是比自己生命那么重要的，那么珍贵的，所以就叫做这个万法这个万法的根本是这个生命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人为了保护这个生命的话，那就这个等于是对这个这个人呢，对这个生命赐给了一切的幸福这是怎么讲呢？比如说一头牛就我们买下来了，如果就放生的话，如果它放了以后呢，能够活到5年的话那这个5年的过程当中他所享受到的，就是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幸福对一头牛来说，他自己认为是幸福的那个，他所有的这个幸福呢但是我们给他的。他这不但是今天救了一个命，而且他以后就是到死为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有的幸福快乐是我们给他的这个怎么讲呢怎么给他的？因为万法的根本就是生命，那如果他今天没有这生命的话，那就是1年以后的这些所谓的幸福，他不可能有那因为今天他这个生命就是能够延续下去了。所以他在这个5年当中呢，他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些从他的角度去看的这些相对的幸福。
对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的。佛就说因此所有的布施当中最殊胜的是无为布施所有的布施当中呢，最尊贵最重要的是这个无为的布施。无为布施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就将心比心，我们跟其他人比较的话就肯定会知道比如说一个人就立即就第二个瞬间的时候就被别人如果要杀掉的这种人的话，那就是要让这个人就是让这个人选择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一边，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财产然后让他选择的话呢，他是会选择自己生命的因为他走了以后呢，他如果连自己生命都保不住，全世界的这个财产对他来说呢就是毫无值钱了。所以就是一切法的根本是生命如果我们就是给任何一个生命给他这个生命的话，等于是给了所有的幸福所以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一切布施当中呢，无为布施最珍贵。另外佛又说一切戒律当中就戒杀的戒律是最珍贵一切戒律当中戒杀的，这是佛的，这两个都是佛的原话。一切戒律当中戒杀的这个杀戒是最珍贵为什么呢？戒律本身，戒律的含义是什么呢？就不是比如说小乘的戒律的话，所有的戒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不伤害众生的这是他们的这个基础那不杀害众生的，不伤害众生的，就是最严重的伤害是什么呢？这是最严重的伤害就是杀生那如果受这条戒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就断除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对众生的伤害。所以这就是成为这个最殊胜的这个布施和最殊胜的持戒因此我们刚才也要求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其他的这个做不到的话，那就是这个杀生上面呢一定要就是严格的要求自己，必须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跟杀生直接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吃荤那就是这两个方面呢，必须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就尽一切力量因为这是那么殊胜的戒律所以要一定要这个要受这个戒受戒就是自己发誓没有什么这个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仪规之类的然后呢后面的就是这个无为布施的一个功德功德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做了无为布施以后他愿意在这个世间这个享用世间的圆满，他愿意享受世间圆满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这样子回向的话，可以变成这个梵天地舍还有这个在人间，如果他就回向人间的话，他在人世间就成为这个轮转王如果他就是回向到这个飞天的话，那就是他就是在这个飞天阿修罗的话，他就是阿修罗的阿修罗里面就是这个就阿修罗之王是这样子的他的功德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是说的是没有菩提心没有这个出离心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回向的话会变成这样，他意思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放生的放生的功德，就死了以后呢立即就能够成为立即就这个投身到这个天人当然我们如果这个发了菩提心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不一样的那就不一样。他这里面讲了
讲了什么呢？就它有一个比喻啊，比如说这个金银加工的那个金奖啊、银奖，它是用这个金子、黄金啊来做各种各样的首饰啊、容器，还有这些这个佛像啊之类的。他因为他这个很熟悉，他这些都他可以做得出来啊。同样的呢，这个放生的功德，结杀放生的功德，就是像黄金一样的啊。那我们把这个功德做出来了以后呢，就可以任意的可以做这个首饰呀、容器呀这些都可以做。这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嘛，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放生的功德，佛也亲口讲了，这个结杀放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就是这4个字来形容不可思议。所以在怎么样回想，都怎么样可以成熟怎样发愿都可以证据。像这个银奖、金奖一样，他可以那个人他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同样的呢，我们放生以后呢，结杀放生了以后呢然后怎么样发愿都能够这个成就另外就结杀放生的话，自然而然在心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慈心和悲心。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要升起慈心和悲心的主要一个因素就是结杀放生和持书就是这些。佛还说这个大悲心是诸法的种子这个诸法的种子就是一切佛法、一切正法的种子。没有大悲心的话，一切这个大乘佛法都就不会成熟的。然后在结杀放生的人在轮回当中就是这些轮回当中，他是这些众生的护助、众生的救星属于来说。然后又说这个他是在这个轮回黑暗当中的一盏灯，轮回黑暗当中的一盏灯这样的叫做这个结杀放生这些都是佛的这些原话那结杀放生有这样子的功德这些是结杀放生的功德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是这样其他的都一样差不多都一样其他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校正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同小异那这样子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讲了这个结杀然后讲了结杀又分了3种不同的层次，然后又讲了这个功德有这一生的功德和下一生的功德，然后再讲了这个放生就是什么叫做放生，就是讲了放生的本体放生在这里面没有划分这个没有区分那么这个上等下等的另外就讲了这个放生和这个放生这个放生的重要性，就是说它的殊胜它的殊胜是一切戒律之最然后就是一切这个戒律还有一切布施它所有当中最珍贵的这2个是它的这个殊胜然后再讲了这个那个放生的这一世和下一世的这些功德全都是有佛的有小乘的这些佛经上的一些这个校正根据这些校正来讲的。那这样子的话，上面结杀放生的简单的讲了，这就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以前的一些开始，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就刚才我讲的那些其他的放生功德文作为一个这些书或者是以前做过的讲过的那些开始的补充补充，这样子就讲完了。今天这个就简单的讲了然后呢，我想这个很多居士大家都最起码也知道这个不能杀生但是这个杀生放生这些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分别功德也不一定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这里的人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其他人也需要这方面知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个简单的讲了没有光讲，就简单的说了这些功德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我刚才已经讲完了，在开头已经讲完了，你们自己怎么选择就自己安排这样子的话，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不能的一当就是把人等人你不要只能把这家庭跟咱这帮忙这边做连着做修。